是新 YouTuber 露露露。这次原神的 2.3 版本官方前瞻直播在11月12号晚上正式播出啦。这次将会复刻2名角色，一个是阿贝多，另外一个是意料之外的优拉。这次的复刻也是首次的双限定卡池，若是对于新卡池机制不了解，可以稍后查看露露的影片解说。另外一个限定卡池则是将会推出新5星角色荒龙一斗以及新4星角色五郎。此外也有其他新的版本更新与活动。本次影片中，露露也会将这次的直播内容会整成以下重点：角色卡池、新武器、新圣物、新 BOSS、版本活动、新功能与优化，也会稍微提供一些关于阿贝多和优拉该如何抽卡的建议，给在犹豫的肉肉们提供一些原始规划方向。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露露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第一集的卡池为预计将在11月24登场的阿贝多和优拉双复刻卡池。若是对于2位角色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参考露露先前制作过的影片复习一下。阿贝多主要的定位为后台输出的副 C 和辅助角色，虽然是炎属性，但是被动天赋可以提供给元素伤害队所需要的125点元素精通，因此适用于很多种队伍。本身不太缺元素充能效率之外，也能够提供给全体队友元素充能。灵命就具备非常好用的作用，因此抽取成本很低，加上圣物和武器也很好搭配，主要是搭配防御力为主的属性。武器甚至搭配3星黎明神剑也就十分好用，一技能的脱手伤害也很不错，是蛮推荐不论想练岩队或是有抽胡桃，想要组弧形中配阿贝多阵容的肉肉们来入手哦。优拉的部分看到蛮多萌新误以为优拉是冰 C 的，这边要强调一下，优拉是物理伤害为主的战场主 C， 物理伤害为全角色最高，大招透过叠加层数还能打核爆，只是能量较多，需要充能较久，但即便灵命也有不俗的输出，但输出手法和技能机制上需要花点时间了解一下，因此还是建议查看影片才会更了解优拉这名角色如何使用哦。配对上可以简单搭配一名雷系角色，就可以起到超导减敌人误抗的作用。假如你有练雷电将军或是雷主的话，就可以直接搭配优拉，提供超导又减少大招冷却。也因为物理伤害的特性，新手想要在大世界游走或是轻松打大部分的副本的话，物理伤害的优势就是不用因为某些元素为主的关卡而受到影响，但物理伤害的弱势就是若是要遇到破盾的敌人的话，队伍中就必须要带破盾工具人，剩下再搭配增伤减抗或凑双兵角色，提升优拉的暴击率。也因为在优拉复刻前也推出了许多角色是可以和优拉组队的，露露也会在优拉推出时再整理一些优拉常见的疑问给大家哦。这里也再来说明一下关于双复刻卡池的一些机制跟概念。这次的双复刻卡池意思就是会分为2个卡池，不同的卡池所 up 的限定角色相互独立，但是2个卡池的保底次数是共享的。因为原神的角色越来越多，为了满足一些期待角色复刻的玩家，这个双复刻的角色卡池就可以加速让一些还没有复刻过的角色更快返场。若你是一直在苦苦等待的人，往后就有机会能够更快等到你真心想抽的本命角色了。例如现在还有人在等干勇或枭之类的，但也就表示这对大部分玩家的钱包来说也是一大考验。而对于月卡党或是平民玩家，原始规划就更为重要了。露露诚心建议，平时没有特别锁定哪个角色要抽，还是尽量让原始存量在15000到2万以上，以防心仪的角色推出后抽卡时小保底歪了，却又原始不够，最后只能含恨看着卡池结束。也尤其平常会手痒随便看心情抽的，更是要克制一下自己，不然就会像这次优拉出现的猝不及防，让很多喜欢优拉的玩家开始焦虑了。并且官方也有表示，这个双复刻卡池机制将会不定期开放，因此要决定是否开启双卡池，还是会由官方来决定。另外也补充一些资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4星角色也是有保底机制的吗？只是类似武器池一样，大保底所获得的4星角色将会在加倍的3只4星角色中均分几率。以胡桃池来说，4星角色为托马、早柚、迪奥娜。假设小保底不是这3只角色的话，下一次4星必定是这3只的其中一名角色。而在这次双复刻卡池中的4星角色保底机制中，官方也有在叙述中提到，假设是在第2个卡池小保底没抽到4星限定角色的话，下一次的4星角色必定是限定加倍角色，因此这个叙述也是代表不同的复刻卡池所加倍的4星角色也是不同的哦。第2期的卡池为12月14开放的荒龙一斗以及五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一斗那魔性的笑声给吓到，又或是圈粉的。这2名角色都是炎元素角色，身为荒龙派首领的一斗为5星炎元素大剑角色，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暴击率，并且为全角色中基础防御力最高的角色。角色定位为战场主 C， 也是目前炎元素中明确首位定位为主 C 的5星炎系角色。
主要的伤害倍率影响来自于其防御力趴数，其技能特性为普攻第2、4下命中敌人，或是透过一技能扭牛阿丑的效果，可以获得乱神之怪力。乱神之怪力最多可以叠加到5层，若是使用重击的话，将会消耗当前的乱神之怪力层数，使出不消耗体力的荒龙逆袈裟斩击，每次斩击都会消耗1层怪力，消耗到最后1层时将会使出终结一击，而若是重击的当下没有怪力，则会使出消耗体力的大力挥砍。透过被动天赋解锁，每次使用怪力斩击的时候，除了提升抗打断能力之外，还可以获得攻速提升。一技能则是一斗会丢出一个炎造物扭牛阿丑，可以在场上嘲讽敌人，造成炎元素伤害，并且阿丑的出场命中敌人时，受到伤害时，耐久度耗尽或时间到场时，也都会替一斗叠加乱神之怪力的层数。Q 大招开启后，所有的攻击都会转化为炎元素伤害。至此，普攻的第1、3下命中敌人时，也都会获得乱神之怪力叠加。虽然此时一斗的所有元素和物理抗性有所降低，但一斗的攻击力将会基于防御力趴数获得提升，攻速也会变快。加上前面的天赋效果，等于4段普攻全部都可以吃到怪力叠加。即便所有抗性降低，但只要搭配一个钟离就完全解决了。此外，在一斗的命座中也有一个特别的效果，就是在2命解锁时，将可以依照队伍中炎元素成员的数量来替一斗的大招冷却减少，每名角色减少 1.5 秒，最多可以减少 4.5 秒，会让一斗的大招趋近于无限开的状态。另外，满命也可以再增加 70% 的爆伤，虽然炎系无法和其他元素做反应，但相对的攻击倍率也比较高，因此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未来使用一斗组纯炎队的玩法。另外一个被动天赋则是可以在砍伐树木时获得的木材有几率加倍。关于一斗的天赋素材为周2、5日开放的风雅系列，而等级突破材料只是需要打 2.3 版本的新 BOSS 黄金王兽以及史莱姆会掉落的史莱姆青。当地特产的部分则需要采集盗弃一些树上或山壁旁边的鬼兜虫，而若是天赋技能6以上，则会需要消耗女士所掉落的灰烬之心。另外一名新角色则为4星炎元素攻系角色五郎，主要的角色定位为炎队专用辅助，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炎元素伤害。EQ 技能都很可爱，并且都可以造成炎元素范围伤害，其中一技能释放后会有产生一个狗狗爪印的炎元素范围，另外立一个 flag， 并依照队伍中炎元素成员的数量来提升角色在圈内的 buff， 按照炎元素成员的数量提供给圈内角色防御力加成、抗打断能力提升、炎元素伤害增加等效果，并且效果可以叠加，因此五郎的天赋设计也是提供给纯炎队才能享受最完全的 buff。而 Q 大招会产生一个类似4大将的狗狗，等于优化一技能的效果，让 buff 圈可以跟随着角色移动，并且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圈内一名敌人造成炎元素范围伤害。这个圆圈的范围从画面上来看非常大，在解锁被动天赋后，在 Q 大招释放时也会提供给队友防御力提升。而另外一项被动天赋也是基于五郎的防御力来提升 EQ 技能造成的伤害。最后的被动天赋更是可以贴切五郎狗狗的外形，能够在小地图上显现盗窃的特产。五郎和一斗一样都是需要防御力属性的圣遗物，同时这两个角色的技能叙述也都说明了未来玩纯炎队的趋势。有主练满命诺尔、钟离、凝光的人是不是蓄势待发了呢？五郎的天赋素材为周3、6日开放的天光系列，而等级突破素材需要打横长机关阵列获得横长机关之心，以及漂浮密林会掉落的能量盒。当地特产的部分则需要采集珊瑚宫附近的珊瑚珍珠，而若是天赋技能6以上，则会需要消耗女士所掉落的熔毁之刻。因应本次5星角色一斗的推出， 2.3 版本也会推出一斗的大剑专武赤脚石溃杵。副词条提供的是暴击伤害，90等满级的爆伤可以来到 88.2%， 被动效果是让防御力提升，并且在基于防御力的趴数来提升普攻和重击的伤害。不只是一斗的专武，满命诺尔和满命星焰看到也是狂喜呢。什么？你没有练星焰？哦，好吧。武器等级突破素材方面需要的是周2、5日明神岛武器副本开放的勾玉、受尽狩猎的兽爪以及野服中会掉落的刀形。沉沙之纺锤为完成雪山堆雪人活动后可以免费兑换的4星单手剑。副词条提供的是防御力趴数，90等满级的防御力趴数可以来到 69%， 和阿贝多相当契合，并且基于防御力提升一技能的伤害。从效果上来看，真的可以算是阿贝多的专武了，并且活动也都可以获得满精炼所需要的突破素材，可以免费从活动中拿到毕业专武。阿贝多真的是培养成本最低的5星角色了。武器等级突破素材方面需要的是周1、4日开放的破瓦、独眼小宝的炉心以及丘丘人会掉落的面具。也因为这次版本的新角色就有2个角色是吃防御力的，这次 2.3 版本也新增了全新的圣遗物。
滑管梦醒形骸技就是一套专为延系辅助或是延系又吃防御力角色的圣衣物，2件套可以提升 30% 的防御力，4件套则是可以让穿戴的角色获得问答效果。若在前台每使用1次炎元素伤害命中敌人可以获得1层，每 0.3 秒触发1次；若是在后台则每3秒可以获得1层，最多可以叠加4层，每层更能提供 6% 防御力和炎元素伤害加成。若是6秒内没有再触发问答效果，则会流失1层。这套目前看不仅适合1斗5郎，甚至就连阿贝多和满命诺埃尔也可以考虑穿4件套。后续圣衣物推出后，洛洛也会再实测一些效果分享给大家。海染车渠主要是设计给一些纯奶妈又想要打伤害的角色，例如星海和芭芭拉。而且看这圣衣物的外形，根本就是星海专属吧，星海狂系！2件套可以让治疗加成提升 15%， 穿戴4件套的角色将在进行治疗时产生持续3秒的海染泡沫，泡沫会记录生命值回复量，同时也包含溢出值。当持续时间结束后，泡沫将会爆炸，对周围形成累积回复量的 90% 伤害。泡沫最多每 3.5 秒产生1个，场上最多也就只能存在1个，包含溢出值最多记录3万点回复量。泡沫的效果，就算角色处于后台时也依然可以触发哦。新 BOSS 黄金王兽为炎元素，也就是受尽幼兽和受尽猎犬这些小流血犬的 BOSS 版。王兽攻击时会附加角色能被叠加的侵蚀状态，使队伍全角色持续流失生命值。而当生命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王兽也会召唤小怪替自己上护盾，因此在护盾应对上也是要透过炎元素技能才会比较有优势。转换的过程中，王兽的攻击力会变高，但是自身的炎元素抗性就会降低。2.3 版本的下半部分还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大的球给炎队呢。后续相关的 BOSS 讨伐攻略影片，洛洛也会在准备的哦。由于已经来到冬季了，搭配阿贝多的复刻，本次活动剧情也会是与龙脊雪山有所相关，和之前的活动剧情一样。完成活动任务后，除了原石、摩拉和一些素材等等的奖励外，还可以免费获得满经验的4星单手剑。取材活动玩法大致上可以分为类似音速小子边跑边搜集吃金币的跑酷，中间也会有 buff 和障碍物。这些类似金币的文章有些会藏在冰柱或是非主要路线的地方，因此在挑战时也要特别注意。第2个活动主要是透过火系弓箭手蓄力射击冰堆使其融化，玩法看起来是可以填非常简单的，唯一要注意的应该就是要注意身上的寒冷值。第3个活动是需要使用生翅之矢与特定机关进行搭配，并且把出现在场上的小怪一一清除。完成这些活动就可以利用获得的雪人配件来装饰噗噗雪人，也可以和好友交换配件。在这个圣诞节即将到来的时期也算是很应景的，最后就可以兑换活动限定单手剑沉沙之法锤。第2个主要的活动是与珊瑚事件簿相关的活动，我们要调查一些小动物离奇失踪的案件。完成活动后就可以取得新道具四方八方之网，拥有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原神的世界抓野生的宝可梦啦。就画面中来看，连狐狸都可以抓呢，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小动物都可以抓哦。其他的活动比较多都是之前就已经有过的了，像是岛能圆盘、迷城战线、百货期货等等。虽然活动模式是已经有过的玩法，但也还会再加入一些不同的挑战元素。2.3 版本也会新增1斗的传说剧情，同时也会时装五郎和北斗的邀约任务，还蛮好奇跟北斗一起约会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另外派蒙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入住陈歌湖了。虽然在探索时派蒙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的身旁，但在陈歌湖里面就可以随时来找派蒙玩咯。你想干嘛？以上就是原神 2.3 版本前瞻直播的重点和补充。复刻了2个角色，不知道你将会选择哪一个卡池来抽，还是我全都要呢？后续关于新角色1斗和五郎的实测和抽取建议，洛洛也会在正式推出后制作相关的影片。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卤肉帮会员，每个月请洛洛喝杯鲜奶茶加鸡排。若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哦。而且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 YouTuber 露洛洛，我们下次见喽。